你现在看到的是 OpenClash 主页，我把这个开关往左拨一下，指示灯亮起，同时 OpenClash 也开启，没有操作任何界面。可以打开谷歌，然后我再向右拨一下这个开关，OpenClash 关闭，谷歌无法连接，整个过程没有操作后台，只用了一个物理开关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刚刚这个效果你看到的是结果，但真正关键的是，它是用一个物理开关实现的。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呢？对新手来说，OpenClash 最大的问题不是不会安装，而是不会用。安装部分我之前已经做过完整教程了，不清楚的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。但真正开始用之后，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，它太容易用错了。比如分流规则没有设置好，该自联呢也走了代理，或者后台一不小心开了全局模式，流量直接开始疯狂消耗。更麻烦的是，每次开关都要进入后台找页面，开启或者关闭 OpenClash，甚至还需要切换模式，很是繁琐。我一开始是想找路由器有没有自定义快捷键的功能，结果发现 GLINet 路由器有个物理开关，并且它还可以自定义成 LED 控制。我就在想，如果能做到这样，会不会更方便一点？灯亮的同时自动打开 OpenClash，灯灭的同时自动关闭 OpenClash。这样不仅能实现我们一开始想要的一键开关效果，还多了一个非常直观的状态提示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实现的。我们打开终端，输入 sh root at 192.168.8.1，回车，输入密码，登录到路由器的后台，然后查看一下自定义快捷键 LED 的脚本。可以看到明显的 Turn on 开灯和 Turn off 关灯。如何通过终端命令实现 OpenClash 的开启和关闭呢？我已经准备好并将这些命令放在视频的左边了。接下来我们在控制台演示一下这两个命令是否可以正常生效。可以看到在执行完命令的同时，网页上的开关也会生效，也会开启和关闭。接下来我们将完整的命令替换掉 led.sh。我们先打开它，连续按2次字母 D 键，可以删除整行，再将复制好的完整命令粘贴进去。先按 ESC， 再按住 Shift 键，同时输入冒号。最后松开 Shift 键，输入 WQ， 这样我们的文件就保存了。如果你觉得刚才的操作有些繁琐，那么我还有另外一种较为简单的修改方式。我们先安装 OpenSH SFTP Server， 再将刚才的完整命令保存到本地的 led.sh 文件里。打开终端，终端目录需要是刚才保存的 led.sh 文件的目录，输入 scp 空格 led.sh 空格 root at 192.168.8.1冒号 etc gl switch d 回车，这样我们就把文件从电脑上拷贝到路由器上了。我们使用 sh 命令进入路由器的后台，给 led.sh 文件添加相应的权限，输入 change mode 空格777 etc gl switch d led.sh 回车，这样我们的文件就修改好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功能到底有没有生效。我们将开关拨向左面，可以打开 YouTube， 也可以打开谷歌。我们再将开关拨向右边，浏览器无法继续打开 YouTube， 也无法打开谷歌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思路很有意思，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，也欢迎订阅。我后面还会继续分享一些更实用的 OpenWRT 玩法。